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我们会讲《Good Inside》这本书的第6章到第9章，其中第6章的韧性比快乐更重要和第8章的减少羞耻感给我们很大启发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在这一期的开始呢，我们先来听一段黄仁勋关于 resilience 的讨论。 People with very high expectations have very low resilience. And unfortunately, resilience matters in success. I don't know how to teach it to you except for I hope suffering happens to you. And I was fortunate that I grew up with my parents providing a condition for us to be successful on the one hand, but there we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setbacks and suffering. And 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很早就看过，当时就觉得很有道理。现在再看呢，我觉得和这本书的第6章韧性比快乐更重要的主题是非常一致的。作者说呢，总是有家长问我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我的孩子什么都有，比我小时候的条件好太多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快乐呢？他们还会说，我小时候不快乐，我只想我的孩子快乐，这样也不对吗？ Dr. Becky， 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快乐吗？作者说，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快乐，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快乐。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悖论，我们越强调孩子的快乐很重要，他们长大以后其实越容易焦虑。我觉得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想想看，当我们说我们只是想让孩子快乐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那我们就会很容易倾向于帮助孩子去解决问题，帮他们扫清障碍，然后尽可能避开不快乐的事情。而当我们对孩子说，你别难过啦，你想想开心的事儿吧，你有那么多值得开心的事儿，那我们就等于给孩子建立了一套脑回路，告诉他你有负面情绪是一件坏事，你得赶紧快乐起来。所以孩子他没有机会去感受和处理这些情绪，他心里只会想，我不该有这种情绪。那当他长大以后呢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无法承受，因为他们内心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快乐，肯定就是我哪里做错了。但其实这不是他的错，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结果。当我们的身体在面对强烈的负面情绪时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快乐的，我们必须得先感到安全，才能感受到快乐。为什么呢？作者解释说，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大罐子，罐子里装满了你的各种情绪，有一些情绪让你感到快乐，有一些让你感到痛苦，每一种情绪都有自己的大小，并且它的大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。如果我们不会处理那些痛苦的情绪，它们可能就会在罐子里占的体积越来越大。而我们人类为了生存，身体里是有一个警报系统的，当它检测到我们罐子里的痛苦情绪好大好大，它就开始报警，我们的身体就会感到压力山大，而这种压力山大本身也会让我们感到痛苦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想的是，我怎么能这么痛苦呢？我明明什么都有，我不能这么想，我现在就得让这种感觉消失，那只会让痛苦的情绪变得更大。这就是焦虑产生的心理机制。如果我们有调节负面情绪的能力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让负面情绪消失，但我们可以不让它占满整个罐子，那这个罐子里才会有存放快乐的地方。而这个调节负面情绪的能力就是韧性。非常有道理。有韧性的人呢，即使长大以后生活不顺，也能跟自己和平相处，它能让我们从困境中恢复过来。好消息是，韧性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技能。其实很多时刻，小朋友都在锻炼他的韧性。比如吧，一个积木倒了，他没有崩溃，重新搭起来了；或者在学校被排挤、被孤立了，他学着去处理相应的情绪。这些需要的都是韧性。在这些场景下，会使用韧性的小孩会安抚自己，鼓励自己，然后继续在这个艰难的场景下前进。即使他们不一定会成功，他们还是会努力完成。在这儿呢，作者特意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，韧性和成功的结果没有关系。因为你如果知道你一定能成功，那你肯定就能坚持啊，你不需要韧性啦。韧性就是在没有人能保证成功的情况下，仍然能够忍耐痛苦，仍然愿意待在那个艰难的场景下去努力去尝试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给育儿设立一个目标，相比我想要我的孩子快乐，更合理的应该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无论未来面对什么都能应对，
这就是黄仁勋说的 resilience 韧性了。我们能送给孩子的终极大礼就是帮他们培养韧性。那我们要怎么培养孩子的韧性呢？如果我们想要小孩有韧性，我们得给孩子建立的脑回路是：我不害怕负面情绪，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面对它，我能承受它。听完前2期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孩子是从我们和他们的互动中来学习的。我们怎么回应他们的负面情绪，他们就会习得自己怎么回应这些情绪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希望小孩长大以后，在艰难时刻不是逃避困难，而是愿意停留在困难中，寻找破局的方法，那我们就得在他小时候帮助他承受困难，并从中学习，而不是鼓励他逃避困难，立刻脱离痛苦。所以当孩子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要做的是允许他待在困境里，我们能帮到的是陪他们一起进入困境之中，让他觉得不那么孤单，而不是拉着他出去。我挺同意的。有具体的例子吗？比如当孩子说，妈妈，我搭的积木老是倒，快帮我，那我们可能就会下意识地说，来，我来帮你搭一个稳一点的基座。但是更好的回应可能是，真的耶，它总是倒。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稳呢？所以我们在示范的是如何与困难共处。我们想在孩子经历痛苦时，首先进入孩子的体验之中，而不是试图把他们从体验中拉出来。然后我们要跟他们建立连接，让孩子在痛苦中感到不那么孤单。作者在这里呢，还浅浅提到一本由2个心理学家写的书，叫 The Handbook of Resilience in Children。 这本书里列举了如果想帮孩子培养韧性，那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的是，比如跟孩子共情了，倾听孩子的心声，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，给孩子安全感，发现孩子的长处，允许孩子犯错，培养孩子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讲这本书。我有个问题想问，因为像黄仁勋讲的那个话，他说的是韧性是帮助你通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品质。那如果听众会问，我也没有想让我孩子多成功，我只是想让他开心，那这种情况怎么回答呢？那你的孩子就不可能快乐啊。即使你不在意他成不成功，你只想让你的孩子快乐，这都是一个伪命题。我同意，想让他在人生中从现在到未来都快乐，那他就必须有平衡这个快乐和负面情绪的能力。对，这一章就结束了。我看这一章的时候呢，一直在想，牛牛在被 Joseph 说是坏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培养他的韧性呢？感兴趣了解前因后果的观众可以点屏幕上的视频。我觉得有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让他把他的负面情绪说出来，并且肯定他的负面情绪。我们就做到了允许他待在这个负面情绪里，而没有是说一上来就替他全盘处理。他这样呢就有时间和机会尝试去和 Joseph 进行沟通和解决。我们也没有强迫他要原谅或者要赶快好起来，因为像 Dr. Becky 要求的，我们是进入他的体验中陪伴他，而不是试图把他从他的负面情绪中拉出来。但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反思是，下次要马上找老师。看完这一章，我不这么想了。我觉得正确的做法还是要给他一点自己去面对和处理的时间。如果我们一看到孩子受委屈就立刻出面解决，其实是在剥夺他经历和处理情绪的机会。他可能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想、怎么感受，大人就替他把路障清楚了，那我们就破坏了培养他韧性的机会。我同意。那如果他尝试了好多次，但事情真是太难，卡住了，那我们可以出手，带他一起去解决，也不是替他全盘搞定，而是说你已经尽力了，但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找老师，让他们来帮我们想办法。好，那第6章就结束了。第7章呢，是 Dr. Becky 的第7个原则 Behavior is a window， 行为是一扇窗。在这一章的开始呢，作者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：你忙了一天，下班回家，2个孩子在抢玩具，你准备做饭，但是发现冰箱里很空。这个时候，你又收到一封老板的工作邮件，批评你项目做得不好。你边烦边找出来麦片，想说晚上就吃麦片得了。
这个时候你另一半过来了，对你说，家里怎么没厕纸啦？你咋没买呢？你还是别用这语气说，咋了？太像你了。然后你怒火中烧，大喊，什么事都是我做，你干什么了？然后把麦片往地上一摔，走了。你表面的行为是失控了，崩溃了，但你觉得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？委屈吧，因为你周围的人都批评你呗。作者想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行为，但这个行为其实是一扇窗，帮我们看到后面的人在经历什么。在这个例子里呢，你吼了另一半，摔了麦片，你这么做的时候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好，所以需要另一半来教育你、惩罚你吗？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就想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呗。你的负面情绪太多，无法承受，爆发了，那你当然是希望自己未来能更好的调节这些负面情绪。那你怎么才能做到呢？比如说，如果你的另一半想，他刚刚情绪爆发了，这个行为很不好，但我担心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我去问问他吧。你会什么感受？那就挺好，那就不用吃麦片，出去吃了。如果你另一半为了改善你的行为，设立了一些奖惩措施，比如你做得好就给你贴小红花，做得不好就 time out， 你什么感受？好像只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我是不好的，我需要被控制，而且我的另一半只在乎我的行为，他不在乎我在经历什么。他说行为是一扇窗，窗背后的东西比较重要。对，那同样的，如果大人采用这些控制行为的方法，小孩也会有一样的感受。如果你的小孩是讨好型人格，这些方法可能会分外管用，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他们从小就学会了顺从，所以长大以后也看不见自己的感受，不会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要求。那如果你的小孩是比较有主见的人，这些控制行为的方法通常只会适得其反，就叛逆了。对，因为他们觉得你不理解他们只能用更过激的行为来吸引你，希望你能看见他们。Dr. Becky 举了一个案例，一对父母带着他们16岁的儿子来找他，说孩子完全失控了，不听他们的，在家里对弟弟妹妹很凶，在学校也各种惹事儿。他们过去10多年来一直都在用各种行为控制的方法，以前都挺有效的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？作者说他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16年了，这对家长都没有和孩子建立起连接。孩子长大了，他不在意小红花了，也不害怕你的惩罚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和孩子之间没有任何连接，没有积攒下情感储备，孩子根本就不会听你的，也不会跟你求助。有道理。那这个家庭的困难应该怎么解决呢？作者说他帮助这个家庭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去和孩子建立连接。具体怎么建立连接呢？之后的第11章是列举了很多方法专门回答这个问题的，我们下一期会讲。这个可以和之前有一章联系起来。你听得懂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关系就和他越走越近，不然就越走越远呗。对，接下来的第8章呢，是讲 Dr. Becky 的第8个育儿原则 Reduce shame, increase connection， 减少羞耻感，增强连结。这一章我也很喜欢。作者说来找他咨询的家长都是因为被孩子的坏行为困扰嘛。他举了3个坏行为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我女儿把她妹妹最喜欢的娃娃藏起来了，她妹妹一直哭一直哭，我让她道歉，她怎么也不肯，她的心怎么那么狠呐？第二个例子是呢，我儿子数学题怎么都做不出来，我挤出来时间教他，他也不听我的。这个你随便网上搜很多，就你陪他做作业给他气的。对。第3个例子是我女儿老撒谎，她被足球队刷掉了，她都没跟我说，我怎么跟她说绝对不能说谎，她也不改。你能听出来这些例子和羞耻感的关系吗？能，我觉得非常清楚。Dr. Becky 说呢，这几个例子里，小孩外在的表现可能是冷漠、固执，甚至是撒谎，但他们的内在感受其实都是羞耻。那羞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不好，不值得被爱。上一期我们讲了，小孩为了生存，他会尽可能去和照顾者产生紧密的连接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人类的身体就进化出来了羞耻感。当小孩感受到羞耻感的时候，
就是他的身体在告诉他现在很危险。如果让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你就会被抛弃。比如呢，那个藏起来妹妹的娃娃不肯道歉的小孩，他没办法道歉，是因为道歉就等于承认他自己做了很坏的事情，他就会变成那个不值得被爱的小孩，他就得面对那个被抛弃的恐惧，他被羞耻感淹没了，所以他就卡在那里不动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大人看不懂小孩正陷在羞耻感里面，他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冷漠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呀，很有可能就会骂得更大声，或者惩罚加倍，那反而就会加剧小孩的羞耻感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羞耻感长期积累的话，是会影响小孩在亲密关系里的依恋模式的。比如说，你小的时候，你必须得压抑自己的一些情绪，你才能觉得安全。那么长大以后，在新的亲密关系里，即使你压力非常大，你非常希望有人能关心你、爱你，非常渴望有人能懂你、接纳你，但你依然不敢求助和表达，因为你已经形成的脑回路是，如果我表达脆弱，展现我不好的那一面，那我就会有危险。亲密关系不可靠，我只能靠我自己，你越靠近我，我就越要推开你。这非常多例子嘛，这个不就是回避型依恋吗？这非常常见。所以我们自己有体验，羞耻感的危害是很大的。那作为父母，我们得首先能够识别出羞耻。当你看到小孩淹没在羞耻感之中的时候，你就得先放下纠结行为这个目标，转而去帮他减轻羞耻感。你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他自己是好的，他是值得被爱的，他是安全的。等他从羞耻感之中走出来以后，你再跟他讲道理，他的大脑才允许他去真的反思和学习。那怎么帮小孩减轻羞耻感呢？你觉得？就是去和小孩建立连接。你满分毕业了你。作者说呢，羞耻是小孩的身体在警告他，你现在是不被接纳的，是危险的，是不好的。连结呢，是你在告诉小孩，你是安全的，是值得被爱的，是好的。作者以那个抢妹妹玩具不肯道歉的小孩为例哈，他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长可以对小孩这样说，要开口说对不起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小的时候也常常卡在这里，我会先帮你说出来，然后下次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我自己的感悟哈，这不是书里的啊。我跟牛牛讲道理的时候，我会先跟他说，妈妈要跟你聊一下这件事儿，但是妈妈想你知道，妈妈依然爱你，你做什么妈妈都爱你，然后再跟牛牛讲道理。这个话术是我自己的哈，作者没有提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作者可以跟我学习一下。可以。那我想问你，你担不担心这样做会溺爱小孩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就是当孩子发生了不安全的行为的时候，你首先会停止这个行为。我觉得这样做，小孩的行为是会改变的。只要小孩的行为在变好，我们其实就不是在溺爱小孩。作者说，我们的孩子天生就是 good inside， 我们不需要训练孩子变得善良，我们需要的是帮他们移除那些阻碍善良的障碍，比如说羞耻感。还有一点呢，作者提得非常好，就是有时候孩子有羞耻感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外界环境不友好。比如小孩被外貌羞辱，被说长得胖、长得丑，被同学嫌弃家里穷，被嫌弃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，这些不是他们能控制的，可能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教会了他们面对羞耻感时，相信自己是被爱的，是值得的，他们就更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时刻。有道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一期的最后一章啦，是 Dr. Becky 的第9个育儿原则 Tell the truth， 跟孩子讲真话。这个原则听起来好像有点傻哈。没有，一点都不傻，大家肯定有骗小孩、逗小孩玩的时候。我们肯定不应该骗小孩，但作者在这里专门把这个原则拿出来的原因是，说实话，真正做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你能跟孩子讲真话的前提是你跟自己讲的真话，你要直面自己的感受和痛苦，这个是其实很不容易的。对呀。比如说夫妻俩当着小孩面吵架了，你去安抚小孩的过程可能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你不得不去面对你们夫妻的问题。又或者说你跟小孩解释种族歧视是什么，
可能就代表你得面对自己的愤怒、恐惧还有羞耻感。有道理。可能你会担心孩子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实话，实话对孩子来说是不是太可怕了？但作者说呢，实话不会吓到孩子，真正让孩子感到害怕的是独自面对未知的恐惧。当小孩独自面对未知的恐惧时，他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全，让自己感到自己能控制这个局面，会有2种机制来解释这个局面：自责或者自我怀疑。选择自责的小孩会觉得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才让这件事发生的，我是坏孩子，是我惹的祸。选择自我怀疑的小孩呢，会否认事实，告诉自己爸爸妈妈没有吵架，他们2个人感情非常好。所以帮小孩面对未知的恐惧的最好方法，就是由一个小孩信任的爱着的大人，在连接的状态中真诚地向孩子传达真实的信息。当孩子看到父母能勇敢面对真相，自己也会慢慢学会调节自己的感受。有道理。说实话，在不同的情境中呢，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作者列举了4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是肯定孩子的感受。你可能觉得我的孩子还小，不一定能注意到一些事儿。但作者说呢，有研究表明，相比大人，孩子对环境的观察能力更强。这其实也是人类为了生存进化出来的机制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变化你发现了，你的孩子一定也发现了。比如咱俩在厨房里吵架了，牛牛和图图在餐厅吃饭，表面上他们可能没什么反应，你可能会以为他们没听到，或者他们不在乎，所以你不需要解释。但作者说，这种一定要解释，解释非常重要。就算他外表看起来很平静，但他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。作者推荐了一个句式，就是你可以说，你发现什么什么事儿了，你的观察是对的。比如你可以说，爸爸妈妈刚才说话声音很大，用了一些不好听的词儿，你肯定发现了，对，你的观察是对的。有道理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它是在肯定孩子的感受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那孩子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的感受。等他们长大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对环境的判断，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内在感受。那孩子长大以后，遇到让他不舒服的人或事儿，他怎么敢说不呢？这个问题还挺难的，这个非常难。你自己架还没吵完，你还要跟孩子解释。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。相当难。你可能等自己冷静下来去做吧。你即使你这一刻做不到，你可以等1天、等2天再去说，但是不要不说。有道理。Dr. Becky 建议的第2个说实话的方法呢，是认真对待孩子的问题。比如孩子问了让你不舒服的问题，你也得认真对待。你别觉得孩子太小了，说了也不懂。他举了一个例子作为论证，是假设我有一个当物理学家的朋友，他对我说 Becky， 我在研究分子光解，快问我你所有能想问的问题。那 Becky 除了分子光解是什么，根本就不知道能问啥。所以他觉得小孩能问出一个问题，那就说明他对这个话题已经有一定思考了，你得把它当回事儿。我同意，好奇心和想象力是非常宝贵的。对，比如小孩问你婴儿是怎么进到妈妈肚子里的，你也得认真对待。这个问题书里没有具体教怎么回答但是牛牛前2天还真的问我了，因为他拿了一本教小孩身体构造的书让我给他讲，里面有讲到小孩是怎么从肚子里面出来的，但是没讲小孩是怎么进到肚子里的。他就问我他和图图是怎么进到我肚子里的，我就跟他说，爸爸的精子进到了妈妈的子宫里，遇到了妈妈的卵子，住到了卵子里面，就变成了受精卵，然后用脐带连着妈妈收集营养，一点一点变大，长到妈妈肚子里装不下了，就得出来了。他很正常，听完就继续问书里别的问题了。你别回答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或者小的时候，你如果问爸妈这种问题，他就会说，你垃圾桶里捡来的，你长大自己就懂了，你还太小。有吧？有。Dr. Becky 推荐的第3个说实话的方法是坦诚你不知道。当你真的不知道答案的时候，你就坦诚你不知道。他举例说，比如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们不能对孩子说这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但其实孩子不需要我们的保证，
他们需要的是现在能被支持、被陪伴。我们想要给孩子形成的脑回路是，有时我确实没有答案，但是我不需要为此害怕，我还是可以感到安全，让孩子看到，虽然我们也会难过、会挣扎，但我们能挺得过去，这才是我们能给他们做的最好的榜样。有道理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是比如孩子体检要抽血，你可以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抽血会有多疼，但我知道的是呢，它就疼一下子，很快就会不疼的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陪你度过这段时间。最后一个作者推荐的说实话的方法是，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。他说，有一些问题很难，可能永远没有完美的措辞可以应对。即使你说出某个完美措辞，但如果你的语气冷淡，你没有回应孩子的情绪，那反而会让孩子感到孤单和不安全。有时候你甚至不需要说话，只要给一个支持的眼神，或者轻轻摸摸他的背也可以。真正让孩子记住的是你传递出来的感情。我倒听懂了，其实可以总结一下前面全部的，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事实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也不知道的、不安全的，甚至可能不好的东西，你要告诉孩子，但同时你要告诉孩子，你会和他一起去面对，而且我们最后是能挺过去的。对，总能找到一个你安全、你舒服的地方。关键是你和孩子一起去做这个决定，听懂他的感受就比较重要了。决定是他自己做吧。看他大小。好，4章都讲完喽，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